面对父母离异，你是否也感受到自己被夹在爸妈之间？根据儿盟调查，离异父母关系恶劣或彼此不联络的比例高达56%，有超过一半的儿少会因为父母关系交恶，失去与其中一方好好相处的机会。本集我们邀请到父母离婚后被迫选边站的同学，分享自己在两难的选择中漂泊，所以放学不回家。Hello， 小鱼，请问是小鱼吗？对。放学怎么没有回家，一个人在这边画画？今天妈妈带我去找爸爸，然后他们一见面就开始吵架，我觉得很痛苦，每次看他们吵架的时候，所以我就躲来这里书信这样子。小时候很多时候他们都会各自来问我说，你要跟谁？你要跟爸爸还是跟妈妈？但是你只要回答任何一方，他们就会说，哦，是我对你不好吗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子？你为什么要对我这样子？比如说我回来说爸爸，然后妈妈就会说，是我对你不好吗？你为什么要选他？他对你那么烂，他不负责任的烂人，你走，你不是我小孩，就这种，然后他就会自己很痛苦。离异家庭中有将近40%的孩子希望家长不要叫他们选择去跟谁住，而受到家长逼问后逃跑的小鱼会有什么感受呢？就真的是很痛苦吧，就那种无力感是我觉得创伤来源最大的，就是悲伤，然后我就会觉得是不是我的错，就是一切都是我的错。所以在我小时候，我曾经一直觉得我不配活在这世上，就是从很小的时候，就是大概7、8岁的时候，我觉得两边都不是我的家，所以才会放学后没有办法回家，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家。又或者是我名义上有家，我跟爸爸住，跟妈妈住，他们都有养我，可是我的心是没有地方去的。在可以帮助孩子们适应父母离婚的事情中，最多孩子选择知道爸妈即使分开，他们依然爱孩子，接着是爸妈不要再吵架。除了要小鱼选边站之外，他跟我们分享了小时候爸妈吵架的场景，以及对他造成的影响。就是那个时候很小嘛，还会硬拽着我走，说我们没有这个爸爸，然后不要认他之类的，他就是一个烂人，骂一骂，然后就把我的很喜欢的玩具啊就摔在地上，然后就只能无能为力的看着他们吵架这样子。这样的家庭背景其实让我很难信任身边的任何一个人类，就毕竟他们是我就是最亲近的人嘛，离你最亲近的人你都无法就是能100%信任他们，然后在那里得到一个安全的庇护的话，你就会觉得那任何人是不是我都不能相信，所以我也不知道一个爱的健康的模样吧。对，我不知道怎么付出我的爱，也不知道怎么接受爱，到最后就会让双方也陷入一个很痛苦的境地这样子。我其实会羡慕别人有一个温暖的家里可以去，然后在外面可能受伤啊，回家都可以拥有一个拥抱。在离婚家庭中长大，我们好奇小鱼会不会在意外人的眼光，以及他自己怎么看待爸妈做出离婚这个选择呢？我觉得同情目光是我小时候很讨厌的一个点，就是我会觉得你们同情我，是不是我跟你们不一样？我觉得是很不舒服的感觉吧。我其实最庆幸他们做的一个正确的选择就是离婚，我非常感谢他们没有因为为我好的这种理由，然后把我绑在每天都会吵架，然后摔东西的亲子关系这边。大家会觉得离婚好像是一种失败的标签，但是我其实觉得离婚不代表失去，就是结婚是为了幸福，离婚也是为了幸福，只有你幸福才是对小孩最大的益处。离婚不是失败，离婚只是你想要让自己幸福，想要让小孩幸福，这并不是一个错误，真的。我想对爸妈说，辛苦了吧，就是他们对自己真的很残忍，所以对我也
很残忍。其实我希望的是你们能够听到我的声音，能够看着我，就是在我的记忆里，这是伤我最深的东西。他们忽视了我，就是这个点，让我觉得到现在都没有办法痊愈多少的痛吧。我希望他们可以过得好一点，就等你们对自己好一点的时候，也给我个拥抱吧。比起离婚后要跟谁走，孩子更在意的是会不会从此失去爸妈。就像小鱼说，结婚是为了幸福，离婚也是为了幸福。孩子们希望爸妈快乐，但也希望大人在剑拔弩张之际，能意识到孩子焦虑不安的心情，听听他们的声音，再给他们一个大大的拥抱。